朋友们，晚上好。今天咱们聊一个人，一个在中国民间智慧排行榜上常年跟诸葛亮争第一的人物——刘伯温。咱们对他太熟了。故事里他能呼风唤雨，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一本烧饼歌算尽天下兴衰，几乎就是个半仙。但今天我要把这层神话的外衣给剥开，讲一个更真实也更扎心的故事。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如何一步步算准了天下大势，踏准了时代脉搏，辅佐一个放牛娃登上皇位，却唯独没算准自己结局的故事。故事的最高潮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公元1375年的春天，缠绵病榻的刘伯温把长子叫到床边，让他给皇帝朱元璋送去2样东西。第一样是自己毕生心血所著的天文书，据说能安邦定国。第2样是一包药。根据后世许多笔记小说的暗示，那包药极有可能是毒药，这就留下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又忍不住琢磨千年的悬案。这位大明开国的头号谋士，为朱元璋打下江山的活张良，为什么要在临终前给皇帝献上一包毒药？他是想求死明志，是对鸟尽弓藏的无声控诉，还是说这根本就是他人生最后一步，也是最精妙最隐晦的一步棋？用这种方式给朱元璋出一道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的送命题。一切谜题的答案都藏在故事的开头。现在收起我们对神算子的滤镜，回到公元14世纪中叶，那个混乱、血腥又充满机遇的时代，看看一个名叫刘基的浙江青年是如何踏上这条荣耀与荆棘并存的不归路的。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时间是14世纪50年代，地点是元朝统治下的中国。您眼前看到的不是一个强盛帝国，而是一幅末日景象。黄河发了疯一样决口改道，浑浊的洪水吞噬了无数农田和村庄。朝廷强征15万民夫去修河，结果河没修好，官逼民反的导火索倒先点燃了。驿道两旁能看到倒闭的恶邓苍蝇嗡嗡地绕着腐烂的尸体打转。田野里野草长得比人还高，不是因为肥沃，而是根本没人耕种。要么饿死了，要么逃荒了，要么扯起旗子造反了。用今天的话说，这叫系统性的崩坏。王朝的统治机器锈迹斑斑，社会秩序碎了一地，蒙古贵族、汉族地主、腐败官吏、宗教领袖、起义军头目，各路玩家在这张破棋盘上杀得你死我活。就在这样一片烂泥塘里，我们的主角刘基出场了。不过那时候还没人叫他刘伯温，伯温是他的字。他刚刚23岁，就中了进士。这是个什么概念？元朝科举录取率极低，汉人考中更是难上加难。23岁考中，相当于今天一个年轻人从清华北大最顶尖的专业博士毕业，而且成绩还特别优异。按照正常剧本，这样一个天才青年本该前途无量，可现实给了他一记闷棍。他被分配到江西高安县当了个县丞，这官不大，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县公安局局长兼法院院长，负责治安和刑狱办公地点是一座
年久失修，散发着霉味儿的破旧县衙。刘伯温抱着满腔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的热情，准备在这里大展拳脚，实践圣贤书里的仁政爱民。很快，实践的机会来了。一个蒙古贵族子弟在当地欺压汉人农民，闹出了人命，证据确凿，民愤极大。刘伯温没有丝毫犹豫，依法审理，铁面无私，判了重刑。他以为自己在维护正义，在践行孔孟之道。他等着上司的嘉奖，或者至少是默许，但他等来的是一盆冰水。他的上司，一个蒙古官员，轻描淡写地把案子压了下去。那个贵族子弟很快逍遥法外。不仅如此，没多久，刘伯温就被明升暗降，调到了一个无足轻重的闲职上。史书没记载他当时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深夜，县衙后堂一盏孤灯，年轻的刘伯温合上那本翻烂了的《论语》，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第一次对书本里构建的那个理想世界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在元末这场巨大的乱世游戏里，聪明是种珍贵的天赋，但如果你的聪明只限于书本和法条，却没有配上洞察人心、周旋权力的智慧，那这份天赋很可能就成了给自己招惹麻烦的源头。在官场碰了一鼻子灰后，刘伯温做了一个决定：不跟你们玩了。他辞去官职，回到了浙江青田老家。表面上，他过起了隐居生活，寄情山水，写写文章。他写了一本奇书，叫《玉离子》。这本书有点像今天的寓言故事集，或者讽刺小品。他用各种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指桑骂槐，把当时的腐败政治、荒唐事儿骂了个遍。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刘伯温在隐居期间发的朋友圈长文，充满了怀才不遇的牢骚和尖锐的批评。但如果你觉得他这8年就在家躺平，光发牢骚，那就大错特错了。刘伯温的隐居更像是一次深度的战略蛰伏期。他表面闲云野鹤，暗地里却做了3件至关重要的事。第一件事叫市场调研，分析竞品。他像个最敏锐的投资人一样，冷静地观察着天下各路创业团队。当时主要的军阀有这几位：陈友谅实力最强，占据长江中游，团队庞大，水军尤其厉害，但为人狠辣多疑，像个激进扩张但对员工很苛刻的霸道总裁。张士诚占据最富庶的江浙地区，有钱但小富即安，守着地盘过日子，没什么远大理想，像个只想上市套现，不想做100年老店的土老板。方国珍盘踞浙东沿海，一商一道，首鼠两端，今天投降元朝，明天又造反。纯粹的机会主义者，朱元璋起点最低，出身赤贫，当过和尚要过饭，此时蜷缩在应天南京，地盘不大，但上升势头很猛，团队凝聚力强。刘伯温拿着他的评估表，给这些潜在老板挨个打分。第二件事叫深化专业，打造核心技能。他深知乱世之中光会写文章骂人没用，必须有硬核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他埋头钻研天文、星象、兵法、谋略、水利、
农桑，这些知识后来都成了他辅佐朱元璋时的杀手锏。第三件事，也是最关键的，等待时机，寻找那个对的人。他在等一个信号，一个能让他押上全部身家性命的天使投资人。信号在公元1360年终于来了。朱元璋派人送来了邀请信，而且是第二次邀请。第一次邀请，刘伯温还在观望。这第二次分量就不一样了。摆在刘伯温面前的其实有几个选择。张士诚那边可能给的钱更多，待遇更好，但刘伯温的评价一针见血：气小守财，努尔成不了气候。陈友谅势力最大，加盟就是进大厂，但他摇头，性残暴，虐杀部下，人心不复，是匹夫之勇，迟早众叛亲离。那么为什么最终选择起点最低的朱元璋呢？刘伯温的决策逻辑堪称一份经典的风险投资分析报告。第一，出身最低，包袱最轻。朱元璋没有任何贵族背景和思想包袱，他最敢打破旧规则，建立新秩序。第二，野心最大，动力最足。从要饭到起义，他向上的欲望比任何人都强烈，不会满足于偏安一隅。第三，团队文化好，他身边有一批能打仗的猛将徐达、常遇春，也有李善长这样的后勤管家，但恰恰缺少一个能总揽全局、制定长期战略的首席战略官。这个位置空着呢。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朱元璋本人极具学习能力和识人眼光，他能听懂，也愿意听高层次的战略规划。刘伯温不再犹豫，他收拾行装，告别家乡的山水和8年的蛰伏时光，登上了前往应天的船。船开动了，故乡清甜的青山绿水在视线中渐渐模糊。弟子站在他身边，可能有些忐忑，也有些兴奋。刘伯温望着浩渺的江水，说出了一句既像誓言又像预言的话：此去若能助真主平定天下，便是青史留名，不负平生所学。他顿了顿，江风拂过他的面颊，声音低沉下去。如若不然，怕是会死无葬身之地呀。这个满腹经纶、胸怀理想的聪明人，带着他精心打磨的智慧和一套改造世界的蓝图，雄心勃勃地驶向了权力的中心。他坚信自己能够改造那位出身草莽的明主，共同缔造一个理想的帝国。然而，历史那台巨大而复杂的机器，真的会按照这位聪明人设计的剧本，一丝不苟地运行吗？那个叫朱元璋的投资人，真的只需要他的智慧，而不会忌惮他的智慧吗？船靠了岸，刘伯温踏上了应天的土地。这里没有清甜的山水清音，只有军营的肃杀、工匠的忙碌和一种蓬勃而粗糙的野心在空气中弥漫。他被径直引到了朱元璋的府邸，不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而更像一个戒备森严的军事指挥部。见面地点在朱元璋的书房，灯光有些昏暗，只有一盏油灯在桌上跳动。朱元璋坐在主位，身形瘦削，颧骨突出，一双眼睛却亮得吓人，像鹰一样打量着眼前这位名满浙东的卧龙。两旁坐着的是朱元璋的核心班底徐达、常遇春这些猛将。
还有一位面庞白皙，总是带着和气笑容的文士李善长，朱元璋的大管家。淮西功臣集团的代表没有寒暄。朱元璋开门见山：先生远来，看这天下，咱该如何处置？这不像请教，更像一场压力面试。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刘伯温身上。李善长微笑着，目光温和。徐达等人则带着武将特有的审视。刘伯温不慌不忙，从袖中取出一卷手绘的地图，在朱元璋面前的桌上缓缓铺开。地图上山川河流，势力范围标注清晰。他手指一点，落在了应天。目前之势看似困守江东一隅，强敌环伺。他声音平静，却带着金石之音。西有陈友谅，控荆襄，拥巨舰，兵锋最盛。东有张士诚，据苏杭，财富甲天下。北有袁廷，虽衰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东南还有方国珍等辈，鼠窃狗偷。李善长轻轻咳嗽一声，依然是那副和事佬般的微笑，开口了：依在下浅见，我军心得应天，根基未稳，当下之策宜稳守江东，抚慰百姓，广积粮草，缓图发展。待我方实力雄厚，再徐图进取。这话四平八稳，代表了大多数老兄弟求稳的心态。好不容易有块地盘，先享受享受，别急着出去拼命。刘伯温看了李善长一眼，目光锐利如剑。他手指猛地敲在地图上陈友谅和张士诚的位置。李公所言，乃守城之见，非开创之谋。他声音陡然提高：陈友谅在西是老虎，张士诚在东是老鼠。敢问诸位，老虎近在咫尺，獠牙已现，是要先打吃人的老虎，还是先打只偷米的老鼠？这个比喻太生动，也太尖锐了。书房里瞬间安静，武将们皱起眉头思索。李善长的笑容微微一僵，朱元璋的身体前倾，眼中的光更亮了。说下去，为何先打陈友谅？刘伯温知道最关键的时刻来了，他深吸一口气，条分缕析，抛出了那份足以奠定大明王朝战略基石的实务18策的核心精髓。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份为朱元璋这家草根创业公司量身定制的通往帝国上市的终极商业计划书。第一，战略定位与品牌切割，剥离不良资产。当时朱元璋名义上还尊奉红巾军领袖小明王韩林儿为主，用着他的龙凤年号。刘伯温明确指出，不可再奉韩林儿，牧童庶子，空居尊号，无意自负手脚。欲成帝业，必须旗帜鲜明，树立主公自己的权威。这就好比一家创业公司，早期可以挂靠大平台借势，但真要独立上市，就必须切割清楚，拥有自主品牌。朱元璋听得连连点头，这一步他早就想做了，只是需要有人从战略高度说出来。第二，竞争策略与市场排序，集中火力打击首要竞争对手，这就是著名的先西后东，先强后弱8字方针。刘伯温分析，张士诚气小无大志，满足于割据享乐，是自首虏。我们打陈友谅，他大概率会作弊上官，甚至偷着乐。而陈友谅地广兵强，野心勃勃，
是我们最大的威胁，必须先集中全部力量，打掉这个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老虎，再去收拾那些软柿子老鼠。这解决了朱元璋集团内部先打谁的巨大争议。第三，企业文化与发展节奏。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9个字堪称古代版的闷声发大财和别当出头鸟的生存智慧。刘伯温解释说，巩固根本，高筑墙，发展经济，积累实力，广积粮，但在名义上保持低调，不急于称王称霸，以免成为众矢之的，缓称王。这套策略完美契合了朱元璋从弱小到强大的发展路径，成了朱元璋集团的最高行动纲领。油灯噼啪作响，刘伯温的论述逻辑严密，掷地有声。他不仅指出了方向，还详细分析了各方性格、地理优劣、人心向背。徐达等武将的眼神从审视变成了信服。李善长依旧笑着，但手指不易察觉地轻轻摩挲着茶杯边缘。朱元璋猛地一拍桌子，豁然站起：“好先生之言，如拨云见日，咱以后的大政方针就依此而行。”那一刻，他在刘伯温身上看到了张良、诸葛亮那样战略总设计师的影子。这个空降的浙江人，用1堂课的时间赢得了最高决策者的绝对信任，人物关系微妙的变化就此定格。朱元璋视刘伯温为帝王师，几乎是言听计从。李善长表面赞许，内心警铃大作。他依然是丞相，总揽行政，但军事战略、重大决策的首席顾问角色，明显被这个新来的刘先生占据了。这个空降的高管不仅能力超群，而且深得老板欢心，直接威胁到了他作为文臣之首的地位。淮西集团兄弟们的蛋糕眼看要被分走一大块。刘伯温赢得了职业生涯最辉煌的一场面试，成功跻身核心决策圈，从客座教授一跃成为执行副总裁。但他没有意识到，或者说彼时志得意满的他不愿去细想，当他一步踏入这权力的最核心，也就一步踏入了最凶险的漩涡中心。他的理想蓝图刚刚展开，而权力游戏的暗流已然在他脚下涌动。时间来到公元1363年，刘伯温的战略预言变成了迫在眉睫的生死危机。陈友谅这个老虎果然率先张开了血盆大口。他倾国之力集合了60万大军，巨型战舰数百艘，船楼高耸，连舟布阵，绵延数十里，像一座移动的城堡，顺江东下，直扑朱元璋的老巢应天。前锋在洪都受挫后，陈友谅更是恼羞成怒，调转船头，与前来救援的朱元璋主力在鄱阳湖的康郎山一带迎头相撞。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水战，也是一场决定朱元璋集团生死存亡的终极赌局。朱元璋这边只有20万人，战船多是渔船改造的小艇，在陈友谅的巨舰面前，仿佛一群蚂蚁准备撼动大象。战前会议气氛压抑到极点，不少将领面露惧色，甚至有人私下提议，敌军势大，不如暂避锋芒，或可议和，投降的阴影在军营中弥漫。朱元璋脸色铁青，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刘伯温脸上。刘伯温沉默着走到帐外，
仰头看天，又伸手感受着湖面吹来的风。整整一天，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地观察，观察云气，观察水鸟飞过的痕迹，观察湖面波纹的方向。他不是在装神弄鬼，而是在收集数据。回到帅帐，面对朱元璋探寻的目光，刘伯温只说了一句话：主公，士气可鼓，不可泄。臣见虽巨，不便力动；我军虽小，灵活自如。兵法云帆战，以正和，以奇胜。且等东北风陈友谅的巨舰如山，船体相连，旌旗蔽日。朱元璋的小船如蚁在巨舰的缝隙中穿梭扑咬。最初的几天是震耳欲聋的炮石声，弩箭破空声，两船相接的撞击声，士兵的喊杀与哀嚎声。双方陷入惨烈的拉锯战，伤亡惨重。连续几日的鏖战后，湖面的风向悄然转变，刮起了强劲的东北风。朱元璋军中准备好的火船满载芦苇火药，顺着风势像一条条愤怒的火龙，猛地撞向陈友谅的连体巨舰。顷刻间，烈焰腾空，浓烟滚滚。木头燃烧的爆裂声，士兵被火烧灼的惨叫声，响彻湖面，热浪扑面而来，夹杂着焦臭的血肉和桐油气味，令人作呕。鄱阳湖变成了火海地狱，陈友谅的舰队阵脚大乱。而此刻，刘伯温的第二个计策开始生效。早在战前，他就建议朱元璋派出细作，在陈友谅军中散布谣言，说陈的部下大将多有二心，准备阵前倒戈。此刻火光冲天，军心大乱，谣言仿佛被瞬间证实。陈军内部猜忌四起，指挥更加失灵。但刘伯温最狠辣也最高明的一招还在后面。他看出陈军虽遭火攻重创，但主力尚存，且陈友谅本人凶悍，若让其退入长江，重整旗鼓，仍是心腹大患。他对朱元璋说：主公当效锁湖困兽之法，派兵守住湖口，绝其归路。陈友谅巨舰缺水缺粮，日久必溃，我军可坐收其弊，不必再以血肉硬拼。这一招是真正的釜底抽薪，要将陈友谅这头猛虎活活困死，饿死在鄱阳湖这个大笼子里。后来的战局正是按照这个剧本发展，陈友谅突围无望，粮尽援绝，最终在混乱中被刘建射死，全军覆没。这场胜利将刘伯温的声望推向了神坛。而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幕，出自《野史国初世纪》的记载，说是激战正酣时，刘伯温一直在朱元璋的坐舰上观察，忽然他脸色大变，一跃而起，抓住朱元璋的手臂大喊：南星过宿，更州有灾星掠过，快换船！不由分说，拉着朱元璋就跳上了旁边一条小船。他们刚离开，原来那艘高大的指挥舰就被一阵密集的炮石击中，桅杆断裂，船体破损。这件事正史没有记载，但民间津津乐道，流传极广。无论真假，它的象征意义无比巨大。刘伯温不仅能算天时地利，还能预知吉凶，救了朱元璋一命。从此，在朱元璋和全军将士心中，刘伯温从一个很厉害的谋士，彻底升级为能窥探天机的神人。胜利的狂欢响彻军营，朱元璋大宴将士，人人称颂刘伯温神机妙算，堪比诸葛。
但在喧嚣的庆功宴之外，刘伯温一个人走到了湖边。夜幕下的鄱阳湖泛着幽幽的月光，掩盖了白日的惨烈，但空气中仍未散尽的血腥与焦臭提醒着这里发生过的一切。湖面上还漂浮着未及清理的碎木和残骸。刘伯温静静地站着，胜利的喜悦并未充盈他的内心，反而涌起一股巨大的空虚和寒意。他算准了风向，算准了人心，算准了战局。他赢得了这场赌上国运的战争，为朱元璋扫清了最大的障碍。渴望着这吞噬了无数生命的湖水，一个念头不受控制地钻进脑海，一将功成万骨枯。我苦读圣贤书，学的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可这道理里何曾教过我要如此精准地算计如何让成千上万的人去死？鄱阳湖的烽火照亮了他通往权力巅峰的道路，也第一次在他理想主义的信念上灼出了一道清晰的带着血腥味的裂痕。他知道，从今往后，他手上沾染的不再仅仅是墨汁，还有这洗也洗不掉的无形的人命与因果。历史的车轮碾过尸山血海，滚滚向前。公元1368年正月初4，南京紫金山南路，新修建的宫殿群在冬日阳光下闪耀。朱元璋在这里登基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一个崭新的王朝诞生了。登基大典，钟鼓齐鸣，雅乐奏响，文武百官身着崭新的朝服，在丹壁之下山呼万岁，场面恢宏至极。刘伯温站在文臣队列的前列，身着御赐的伯爵朝服，面容平静。只有极其熟悉他的人，或许才能从他微微低垂的眼睑下看出一丝复杂的疲惫。仪式庄严肃穆，但有些东西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彻底改变了最细微也最刺人的变化，来自称呼。几年前，在军营里，在书房中，那个脸上还有麻子，说话带着淮西口音的朱元帅会诚恳地喊他先生，自称我或咱。刘伯温可以坦然自称在下或姬。而现在，龙椅上的那个人是陛下，是皇上，开口是威严的朕，而他必须跪伏在地，称臣，称微臣。那个可以携手并肩畅谈天下大事的主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至高无上、喜怒难测的陛下。敌人也从陈友谅、张士诚、元顺帝这些外在的对手，变成了朝廷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理念冲突。其中最核心的对手，或者说政见不同的同僚，就是那位总是面带笑容的宰相李善长。这里必须为李善长说句公道话，他绝非故事里常见的奸臣小人，相反，他是朱元璋团队里最早期的合伙人之一，是卓越的行政天才，堪称帝国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在朱元璋打天下时，他负责后勤、钱粮、民政，保障了前线的供给，功劳巨大。他代表的是跟随朱元璋起家的淮西勋贵集团的集体利益。这个集团庞大团结，但也难免乡土观念重，讲究人情关系，希望维护既得利益。而刘伯温是半路加入的空降高管，是浙东士人的代表。他深受儒家和法家思想影响，崇尚制度律法，追求一个纪律严明、高效廉洁的政府。
他的理念是乱世用重典，吏治必须严。新朝出力，更需要用严刑峻法来树立权威，震慑不法。一个要宽，稳定人心，维持现状；一个要严，锐意改革，整顿秩序，冲突不可避免。一场经典的办公室政治对决，在一个案件上爆发了。李善长的一位同乡，也是淮西集团的重要成员，犯了贪腐罪，证据确凿，依法当斩。案子到了御史台，刘伯温当时是御史中丞，负责监察。刘伯温铁面无私，力主按律处决，以儆效尤。李善长坐不住了，他找到刘伯温，不再是战时的和煦，语气带着压力。伯温啊，此人虽有罪过，但毕竟是功臣，也曾为陛下流过血。新朝出力，一事宽大，稳定人心，小惩大戒，贬官即可，何必非要动刀呢？给淮西的老兄弟们留点颜面。刘伯温寸步不让。礼相法者，天下公器。今日因其是功臣而宽宥，明日他人效仿，法纪何在？新朝纲纪正需以此立威，不杀，则国法成为一纸空文。两人争执不下，闹到朱元璋面前。朱元璋先问李善长，李善长依然是从大局、从人情出发，请求宽恕。朱元璋不置可否，看向刘伯温。刘伯温跪下，言辞铿锵：陛下开国之初，若法不行于贵胄，则威不信于天下，此人必杀，方可助朝廷之威，立万世之法。朱元璋沉默了，他看看李善长，又看看刘伯温，最终他拍了板，杀刘伯温赢了，他维护了法纪的尊严。但这场胜利冰冷而空洞。事后，朱元璋私下召见刘伯温，没有表扬他，反而略带敲打地说：李善长是宰相，是元勋，你也要顾全他的体面，凡事不可太过。刘伯温愣住了，他忽然明白了，皇帝要的未必是绝对的法纪公正，而是在淮西集团和他这个孤臣之间维持一种危险的平衡。他坚持的原则，在皇帝眼中，或许只是用来制衡功臣集团的一枚棋子，法纪和人情，在最高权力者那里是可以权衡、可以交换的更大的失落。在洪武3年到来，朱元璋大封功臣，颁下诏书，李善长封韩国公，岁禄4000池，位列文臣第一。徐达、常遇春等武将封国公，实禄丰厚，而刘伯温只被封为承义伯。注意，不是公爵，不是侯爵，是伯爵，而且在伯爵中也是等级最低。俸禄最少的一档，岁禄仅有240石。这张薄薄的封赏诏书，像一盆冰水，浇灭了刘伯温心中最后一点建功立业的火热。他无声却震耳欲聋地宣告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朱元璋心里出谋划策的大脑，其分量远不如冲锋陷阵的拳头，更不如从龙最早的自己人。你刘伯温再神机妙算，也只是个外来的。有用的工具并非可以托付江山，共享富贵的兄弟，这份羞辱明明白白。又一次私下奏对后，朱元璋或许是出于安抚，或许是别有深意，感慨地对刘伯温说：爱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真是朕的张良啊！
刘伯温跪拜谢恩，口称惶恐，但回到家，他彻夜难眠。张良，汉高祖刘邦的谋士，攻城之后飘然隐退，修道成仙去了。陛下在这个时候把我比作张良，是什么意思？是夸奖吗？或许是，但更深层的意味呢？是不是在委婉地提醒张良都知道功成身退？你呢？那一夜，刘伯温看着自己伯爵的冠服，再想起李善长那国公的显赫，想起朝堂上淮西将领们隐隐的排挤，想起皇帝那愈发深邃难测的眼神，他所有关于治国的理想，所有对治军尧舜的期待，都在这一刻被现实的冰水浸透，沉入了无边的黑暗。从刘先生到刘伯温，不仅仅是一个称呼的变化，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权力结构的铁壁上撞得头破血流后，认清自己真实位置的一声沉重叹息。此后的刘伯温变得越发谨慎，甚至刻意低调。他多次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告老还乡。朱元璋起初不准，后来也许觉得这个聪明决定又过于耿直的老臣留在身边，既是一种提醒他过去的卑微和依赖，也可能是一种潜在的麻烦。终于在洪武4年准许他退休，回到青田老家。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刘伯温或许能得个善终，在故乡山水间安度晚年，将一身惊世骇俗的学问化作几卷诗书。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皇帝的猜忌如同世故之躯，并不会因为距离而消失。正史上关于刘伯温晚年记载不多，但民间传说和笔记小说里却给他安排了一项极其荒诞又极具象征意义的最后使命，为大明江山永固，奉旨巡游天下，斩断各处龙脉。这个传说流传极广，在明清两代的野史、方志，甚至民间风水故事里都能找到痕迹。我们不妨把它当作一个历史寓言来看待。刘伯温生命最后的时光，电影蒙太奇般的画面，或许曾这样在他生命的尾声闪现。镜头1，寒风凛冽的长白山下，白发苍苍，步履一线蹒跚的刘伯温，在一对面无表情的锦衣卫护送下，指挥民夫在某处看似寻常的山脊上掘开深深的土石，美其名曰此处有王气，需决断地脉。镜头2，西北的荒漠或昆仑山的余脉，他对照着简陋的地图，或许还有皇帝密授的图纸，指着某处山谷，声音沙哑却清晰。此地当开凿深沟7尺，以泄其气。民夫们挥汗如雨，他们不懂什么龙脉，只知道这是皇差。镜头3，某个疲惫的夜晚，荒郊野岭，篝火噼啪，随行的年轻官员或许怀着敬畏，向他请教风水之学。刘伯温望着跳跃的火光，脸上浮现出一种极其复杂的、混合着疲惫、饥渴与悲凉的笑容。他轻声说，仿佛自言自语，你信吗？若这天下龙脉真能斩断，那第一个该斩的，不就是咱们京师南京的紫金山吗？这荒诞任务的背后，是冰冷而残酷的政治逻辑。第一，表层任务，安抚皇帝。朱元璋出身底层，对权力有极强的占有欲和不安全感。
他害怕天下再出真龙天子，夺了他朱家的江山。这种几近迷信的恐惧，需要一种象征性的行动来安抚，让通晓天文地理，在民间已被神化的刘伯温去做这件事，最具权威性和仪式感。第二，深层功能。政治清洗的借口，所谓的斩龙脉，往往发生在那些曾有帝王兴起传说，或地方豪强势力盘根错节的地域。借着这个由头，可以名正言顺地调动军队，征发民夫，探查地方，打击潜在的反对势力，破坏可能产生王气的地理形势，同时也是经济或军事要地。这是一把覆盖着风水外衣的政治手术刀。第三，个人悲剧的顶点。对于刘伯温而言，这是他人生最大的讽刺，也是理想彻底的幻灭。他曾以超凡智慧为这个帝国设计了蓝图，制定了法律，确立了制度。他毕生追求的是建立一个理性有序、遵循天道，在他心中是儒家法度的文明国家。然而到了晚年，他却被自己辅佐的皇帝驱使着去执行最非理性、最荒诞的任务，用最原始的手段挖山断水，去对抗一个虚无缥缈的迷信概念龙脉。他不再是那个在鄱阳湖畔借东风定乾坤的战略家，不再是那个在朝堂上据理力争、维护法纪的敢谏臣。在皇帝眼中，他彻底从一个帝国设计师沦落为一个好用且带有神秘色彩的工具。这个工具最后的用途不是治国安邦，而是去完成一场自欺欺人的风水表演，走遍千山万水，挖断无数所谓的龙脉。刘伯温是否真的相信这些，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可以想象，每麾下一稿，每指认一处龙穴，他心中的某种东西也随之彻底断裂了。那是对知遇之恩的最后一丝幻想，是对士为知己者死信念的最终告别，也是一个聪明人对自己一生所追寻的道，所能感受到的最深沉的虚无与悲哀。理想在这一刻不是破灭，而是被这荒诞的现实研磨成了粉末，随风飘散在那些被他亲手斩断的山川之间。洪武8年，公元1375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迟，也特别阴郁。青田南田山的祖宅里，药味弥漫，挥之不去。刘伯温躺在病榻上，行销鼓励多年的忧惧憋闷，加上斩龙巡游的颠簸之苦，终于拖垮了这位曾经算无一策的智者。这一次，他是真的病入膏肓了。然而，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皇权的阴影也未曾远离。应天成的皇帝没有忘记他，只是这次来的不是问候的使者，而是当朝丞相胡惟庸。此人是李善长一手提拔的亲信，淮西集团新的代言人，一个精明阴存、权力欲极强的政客。刘伯温曾多次提醒朱元璋，胡惟庸此人辟之驾具，其愤远也，就像驾马车，怕他会把车轴弄坏，不可赋予大权。朱元璋当时未置可否，反而让胡惟庸坐到了丞相的位置。现在胡惟庸奉旨而来，带着宫里最好的御衣，脸上挂着公式化的关切的笑容。这笑容比冰冷的刀剑更让刘伯温感到寒意。最后一场对手戏在病榻前无声地展开。胡惟庸
温言慰问，传达陛下挂念之意。御医上前仔细诊脉，然后开出了一剂药方。药很快煎好，浓浓的盛在瓷碗里，被端到刘伯温面前。屋子里很静，儿子刘连紧张地看着父亲。刘伯温的目光扫过那碗药，又扫过胡惟庸看似恭敬却深不见底的眼睛。他没有说话，也没有质问，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任何疑问都显得苍白而危险。他或许想起了鄱阳湖的烽火，想起了朝堂上的争执，想起了那些被挖断的虚无的龙脉。他伸出枯瘦的手，接过了药碗。药很苦，他缓缓喝下。不久之后，他感到腹中剧痛，仿佛有一块坚硬的、冰冷的石头在肚子里生长、坠胀。原本就虚弱的病情急转直下，他知道时候到了。弥留之际，刘伯温平退左右，只将长子刘连叫到床边。他的声音已经气若游丝，但思路异常清晰，做出了最后也是最耐人寻味的安排。莲儿为父去后，你需即刻办2件事，一刻都不得延误。第一，将我平生所著，尤其是那部天文书，恭恭敬敬呈于皇上，此乃臣子本分。第二，他示意儿子凑近，用更低的声音指着枕边一个早已备好的小布包，将这包金石药也一并献上，就说是臣最后的一点心意。刘连泪流满面，连连点头。接着刘伯温又唤来次子刘抗，对他说了另一番话。这番话被正史郑重记载下来。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行，诸行胜要害之地已与京师声势联络。我欲为仪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是密奏之。停顿片刻，他看着儿子，眼中是前所未有的疲惫与深切的告诫，且勿令后人习也。记住，你们绝不要学，更不要让后代子孙去学什么兵法权谋。这番话信息量巨大，他预言了胡惟庸必败，预留了政治遗嘱。但最核心的是禁止子孙再走自己的老路，不要学谋略，不要涉足权力的危险游戏。这是一个智者用自己一生血泪换来的，对后代最沉痛的庇护。交代完这一切，他似乎耗尽了最后的气力。窗外几只病恹恹的桃花在春寒中勉强开着，刘伯温浑浊的目光投向那片朦胧的粉白，视线却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几十年前青田老家那个书声朗朗、阳光明媚的春天。那时他面前是无涯的雪海，心中是澄清天下的梦想。他还不知道命运为他准备了一杯怎样的药，一场怎样的局，而关于那包药的悬念则永远留在了历史的迷雾中。第一种解读，正史版，官方定调。刘伯温是病逝，胡惟庸带御医诊治是皇恩，那包金石药是御医开的，或刘家自备的普通药材。金石药常指矿物药剂，献上只是臣子礼仪。后来胡惟庸案发，此事被翻出，作为胡毒害勋臣的罪证之一，是政治清算的需要。第二种解读，暗杀版，阴谋论解读。朱元璋对这位或张良始终心存忌惮，
默许甚至授意胡惟庸借探病之机下毒，以绝后患。那包药就是证据。刘伯温心知肚明，但无力反抗。第三种解读，无声控诉版。本故事倾向的文学性阐释，刘伯温智慧绝伦，或许已察觉药有问题，甚至可能那包金石药本身就有毒，但他仍然选择服下，并让儿子将毒药作为心意献上。这不是求死，而是一种极致的沉默的控诉与讽刺。他用这个行为给朱元璋出了一道残酷的终极谜题。陛下，您看，这就是为您算尽天下，呕心沥血的臣子最终得到的赏赐。这杯药是毒，是病，还是皇恩本身？这江山永固的难题，往后请您自己来解吧。他将道德的拷问、历史的评判，连同那包说不清道不明的药一起还给了皇帝。刘伯温死了，但他的故事在庙堂与江湖却刚刚开始回荡。几年后，朱元璋与太子朱标论及朝中大臣结党之事，忽然提起了刘伯温。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刘基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这话意味深长。朱元璋清楚地知道刘伯温的孤立与清白，也清楚淮西集团的抱团，但在当时，他需要利用这种党争来平衡权力。刘伯温的不结党，在皇帝眼中是优点，但在现实的官场厮杀中，却成了他致命的弱点。无人奥援，只能独自承受皇权的重量与同僚的倾轧。刘伯温的预言再次应验。他死后仅仅3年，洪武13年，1380年，胡惟庸案爆发，朱元璋以擅权枉法、谋逆不轨的罪名将胡惟庸处死，并以此为契机，掀起了长达数年、株连3万余人的大清洗，彻底废除了延续1000年的丞相制度。当屠刀落下时，不知朱元璋是否想起那个早已埋在青田山中的老者曾低声提醒过他：据其凶，原先见之明换来的不是采纳，而是猜忌。预言成真，证明的并非忠诚，而是他过于聪明带来的危险。民间将他推向神坛、烧饼歌等托其名的预言书广为流传，他成了能前知500年，后知500载的刘伯温。这热闹的神话，恰恰是对他真实一生最大的误解和讽刺。人们记住并崇拜的是他身上那些虚构的、超自然的光环，而选择性忽略的是他作为一个有理想、有缺陷，在现实政治中撞得头破血流的智者所经历的真实、痛苦、挣扎与幻灭。历史用一种荒诞的方式遗忘并重塑了他。所以，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刘伯温最后献上的究竟是治病的药，还是要命的毒？还是他留给朱元璋的一道沉默的考题？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没有了标准答案，因为它关乎历史的幽暗，关乎人性的复杂，更关乎权力场中那些永远无法言说的秘密。重要的是，当我们拨开神机妙算的神话外衣，看到的是一个传统中国最优秀的头脑所能遭遇的经典困境。他耗尽毕生智慧去辅佐，去巩固一个强大的新秩序梦想，以此实现儒家的治世理想。
然而，他最终痛苦地发现，那个由他参与缔造并变得无比强大的秩序核心皇权，其维持自身安全的第一个本能，就是提防、消解乃至摧毁任何可能挑战其绝对权威的独立智慧，无论这智慧曾多么忠心，多么有用。刘伯温算准了天时，借来了东风；算准了地利，锁住了虎口；算准了人心，离间了敌营。他几乎算尽了一切变量，但他唯一没算准的，或者说他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大夫，内心深处或许不愿去彻底承认和接受的，是这样一个残酷的规则：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且不容任何潜在挑战的游戏中，一个过于聪明到让掌控者都感到不安的脑子，其本身就是最大的原罪，也是最致命的风险。你的智慧越耀眼，当你不再被需要或被视为潜在威胁时，你的阴影也就越深，深到足以吞噬你自己。鄱阳湖的火焰照亮了他的功勋，也映出了他理想的裂痕。那杯来自宫廷的药终结了他的生命，也凝固了他无解的困境。这是刘伯温的千年一叹。而如何安放智慧，如何与权力共舞，如何在理想与现实间找到那条狭窄的生存缝隙，这道由刘伯温用一生书写的谜题，或许也将永远横亘在每一个渴望用智慧改变世界的灵魂面前，等待属于他们的永恒的解答。